昨天我们讲这个我执跟法执是两种执着。如果有这种执着了，或者自己感觉着有这种执着了，感觉就是觉照之意了。我们一般的在我执当中，还不认为自己是执着。虽然在这个学教义当中，我们了解了什么样算是执着，我们现在连自己的执着还不认识，很关心自己的身体，这个就叫执着。一开口就是我想怎么着，想是意识当中的作用。在你衣食住行起居生活当中，全在执着当中呢，而不认识。问题就产生了在不认识，还不知道自己是执着。所以讲在烦恼当中不认识烦恼，听着学了教义，听着菩萨的教诲，知道了，知道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在执着我执，所以这个不能解脱了，不能解脱了，乃至想解脱，想解脱这种苦恼，因为有我才有苦恼嘛，想把它解脱，以什么方法呢？对，所以以下咱们就讲解脱这个我执的方法。我执解脱了，才能说到法执，就是二种执着了。那以下就讲着解决这种的执着的方法，要对着它，相对的嘛，对着之后了，消灭它，消灭我执。云何对治呢？以五蕴法自性不生，载无有灭，本来涅槃。那么讲的时候，咱们讲的时候开始学的时候，说这个怎么样起执着，那是讲的是依全教而讲的起执着。现在讲着对着的方法呢，观想的方法呢，是用实教全是二种教义吧，用实教来说对着的。我们学习全教的人，知道苦想断苦，有木灭，要知苦断灭，以此来对着它修道。就是这个能知苦木灭的这个思想是你进入佛门才知道。过去在苦中不知苦，反倒以苦为乐。对于不苦不灭的，说个灭嘛，是对着苦说的，实际上是也不苦也不灭。因为性体无有过，在性体上没有。佛所说的教义当中才说到生死是苦的，不生死的涅槃才是乐的。这样子我们才懂得了，懂得什么呢？色法跟心法
一个心里想的，外头一切境界相，一切境界相都是色法。受想行识呢是心法，就是心法跟色法。在这生死流转当中啊，是可怖的，可以证得求得不生死，是可以做得到的，是苦可以断的，乐是可以修的，修得了就证得了。而这两个是二边，生死作为一边生灭，涅槃不生死是作为一边，全是空的，实际上都没有的。就是眼睛有了毛病了，花了，看见空中有花，其实没有，空中没有，没有。你等你因着佛的教导，自己的起观修行就是思维吧，观察吧，观察这个生死是对着不生死说的，不生死就是涅槃。涅槃是不生灭的，这些个全是生灭法，是没有的，有相法，有相都不是真实的，是空的，观想五蕴，从始至终，等你一照它。你不明，以明一照它，明了，观你的实相，观你的自己的真心，观心，观你性体，一观嘛，就知道这些没有关系，没有，这是在性体上所起的无明演变，障住你那个真空理了。观想的一切没有什么生死，没生死也没有涅槃，没有生死可求可灭，也没有涅槃可求。我们本具足的那个心相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我们的离体，或者在这个起因论上叫真如，真如的法性，它是不生灭的，生灭的都是幻化的景象。因为五蕴色受心法，就是幻有的生灭，在有生灭的当中，你去观生灭不生了，生灭不生，观察生灭是空的，没有实体的。因为我们的这自己本具的那个妙明真心呐，没有生灭法的，也没有生灭相的，是本来就是涅槃的。五蕴的体没有的，五蕴不会自生的，都是虚妄幻化而得的。说有生灭，实际上没有生灭，没有生当然就没有灭了，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。道理是这样子讲了，但是我们怎么离开它？怎么样修？修的次第，怎样能把这个妄执啊究竟离掉？以下就解释：夫次究竟离妄之者，当知言法净法皆悉相待，唯有自相可得。说离妄，离妄的意思就是显真。
在离妄的过程当中，知道一切言法是生灭法，净法是不生灭的，不生灭的，它是相对待的。相待之法看着是有，离开对待了，一个对待就没有了，离即是空，离了一些这相对的法不存在。因为一般的都执着眼镜住法，要得到悟道了，成就道果了才空。迷的时候实在是有的，迷的时候也没有，没有你执着才有，不执着没有。眼和悟，因为眼才说悟，因为悟对悟才说迷了。那眼是什么相？一切虚妄相。悟是什么相？悟没有体性的。说眼说悟，说迷说悟，说眼说静，它没有个自相，没有个自相。对眼说静，对静比较说眼，对静说有眼法，就有眼了。这是因对待而设的假有。要离开妄执呢，离开妄执就没有了。说要离究竟了，离了妄执者，说言法的净法是相对的，没有自相可说的，没有自相可说的，自相就立不住了。因这个缘故才说一切诸法从本以来，非色非心非智非实非有非无，毕竟不可说相。把五蕴法推广来说吧，五蕴就是一切法，在种种样样一切事物当中，你一推求，再一推求呢，这些个虚妄的相没有，虚妄之法都是无明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处啊，都是依着真如而起的。所以说不可说不可说的含义就在这儿。对，世间五蕴的色受想行识，对这出世间的五蕴戒定慧解脱之见，那这个呢是虚幻的色受想行识，跟那诸佛菩萨的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之见，那个五蕴叫妙五蕴，咱们说世间五蕴叫出五蕴。把戒定慧解脱之见的诸佛的五分法身，对着这世间相的世间一切色，就是戒。我们受戒的时候要给你摆四结魔呀，四种结魔，发动你那个戒体。那就是在初白的时候，就是十方世界的诸佛妙三戒法，由你的心所起的业用，所以啊，你在那个受戒的时候，节目师都跟你说呀，受戒时候你所感到的，二番结魔十方世界的妙三戒法，
像雪一样的，像盖头一样的盖到你头顶。三梵揭摩的说十方世界妙三界法，从如顶门观想流入身心，充满你的正报。但是这个是无表色的了，没有什么色相可以表现出来的。要证得法身的大事跟诸佛才能见到，才能见到。那个色蕴不是五蕴这个蕴了，那个的受就是定，定就是三昧了，就是正受了。说正在你受法乐的时候，受法乐的时候，你的想变成智慧了，慧就是想，就是诸佛菩萨卷这个转识成智慧，以智慧的想，不是想运那个想了啊。在你这个过程当中，运动当中，行的当中，这叫解脱。解脱，佛菩萨的解脱不随境不随业所牵流的，这就是解脱义。解脱义是戒定慧，解脱。那么不随境呢，业不牵流呢，就是解脱义。十是解脱知见，知见不被境转，而又能无所不知，这叫解脱知见。诸佛大菩萨的五分法身，戒定慧，解脱知见。由此而知啊，一切的眼镜诸法，初五蕴跟细五蕴，从本以来，在诸佛菩萨是悟，在一切众生是迷。其实迷也好，悟也好，就是真如一法，这些都没有的，没有的。三蕴是真如，真如非三蕴，非三。受想行识这四蕴，也是真如的本体所流露的。所以不是心，是真如，不是妄，是真。所以说非色非心，非字非识。非字非识嘛，不是分别的识心，也不是分别的智心，就是非智非思。非散，非散，非散嘛，就不是有，不是有。那有那是种是表散啊，无相，无相就是无，非散非相，非有，无散就非有，无相就非无，毕竟不可说相。而因为众生的五蕴说三受想行识，对那法尘，法尘是没有表散的。人家对到前五十功，说是有法尘，对外头境，在这也不是真实的，没有。那么无相。没有表散，法身也没有，这是一切都是不可说，非有非无。但是在前面讲的到诸佛菩萨的度众生的大用方面，叫已有已无。这是浅出意思，讲究竟离，究竟离，离什么呢？离的虚妄的执着。这个解释啊，就告诉你，一切的虚妄执着都没有的，就是妄执，妄执要消失了，一切法都不存在了。
单有言说，独无实义。没有言说，如何建立诸佛的度众生的事业？因此就知道，一切的善巧方便的言说，引导众生出离邪知，一切的妄想执着。最初达到的目的，其自取者，就是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？离念真如，皆为离念归于真如。因为有念，有念就要起分别，因为念一切法就令心生灭，心的生灭是从你有念开始，有念不能入识字，识字得无念才能契入，这样的用功修行了这个生死本来是空的，没有，也没有什么个涅槃可证，证得那个涅槃也是你本具的。不学佛法的人当然不懂得这种道理了，学法的人也不能够向无念进取啊，这是念念分别，从不停歇呀，就达到无念了，无住无念，心不住三生相位出法，这样才能达到离念。要想离开虚妄分别，最究竟的是无念。我怎么能达到无念呢？一下就解释了，分别发虚道相。因为一切诸佛所证之道，一切菩萨发心修行的趋向，最终的目的是达到离念境界。无念，念上无念，哪有言说呢？什么都没有了。一切诸法寂言，但是众生不能达到这种境界了，必须加言说，加言说。来对治众生一切的妄想，一切訛法二执，使他们趋向这个无念境界，趋向一些诸佛所证得之道。所以下头就解释，分别发虚道相者，为一切诸佛所证之道，一切发心的菩萨修行趋向这个诸佛所证之道。这个发呢，趋呢，发是只是发心了，趋是要你行动表现了，要去做了。什么人能趋向呢？法趋向道相者是菩萨，一切菩萨。这要人说的，要法说的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不讲发心吗？发什么心？怎么样发心？发完心了去做，就是说趋向的道，做就是趋向。那什么是这个道相呢？我们经常讲发菩提心，菩提翻为觉，发觉心。这个觉心有真发心的，还有假发心的。
有真行菩萨行的，而假行菩萨行的。说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啊。说发心就不真嘛，那想成道怎能办得到呢？在果上就迂曲着就达不到了，就弯曲了。下面要讲了，直心是道场，必须得发直心。要想趋向，要想发心，能去证得一切诸佛所证的道理，趋向佛所证的道理，那先要心起吧，发念吧。一切的到了发心就是菩萨，你受三归者就是菩萨，也入佛门都是菩萨。所以一切菩萨要发心，要修想，要向那种无念无相的境界趋求达到。那么简略的解释这种发心有三种。云何为三呢？一者信成就发心，二者解行发心，三者正发心。三个都叫发心。这三个发心，现在我们大家还没这个份儿，只有初步的一个心要心，心要心。发心求法的时候，入了佛门了，我们发一个善心，善心去恶，去恶行善。但这个心呢，是向觉悟而不是觉悟。这个发心发的是不真刻，它还进进退退，时间经过很长才能不退了。信发心是什么样的？要人来说什么样人呢？从实信位具足了实信了，实信满了，信位满了，这个信位满了要经过10000劫，这么长时间。10000劫是好长时间呢。一劫，先解释一劫。劫是印度话叫劫波，这么华严嘛叫10分，要经过正常的10分。那么人的寿命从10岁过100年增1岁，过100年增1岁，增到人的寿命84000岁。从84000岁再过100年减1岁，过100年减1岁，减到人的寿命10岁，这一增一减算一劫。得这10000个增减，才把信心修好了。修信心就得这样。现在我们都修了好多年呢，不知道，没开了智慧。我们现在能发心到出家，不能说没得信心吧，只是心没满心。这个标准没有。如果你现在发大心，行菩萨道，不但发心而去做，不但做而且不退，坚定不移的信不退，不论遇到什么挫折，什么危难，生命的危难呐，肉身的消失啊，乃至于再转一世，再转一世，再转一世，越转越增加，不退。如果进进退退，今生道心很好的，但是临完了也没有证得，还要变化一个跑道，又来一个身体，这样就进进退退了。今生你不知道前生事了，
不能继续前生那个发心，前生那个精进去做了，这叫退了。为什么呢？业不由己呀，你所的业把你牵涉到了。为什么最后起心论让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呢？到那个地儿，你就再不经过这个变化了。因此他最后劝你念佛求生极乐。咱只是讲这个信呐，成就一个信呐，要经过10000劫呀。初发心时成正觉，初发心时的心跟成的正等正觉成佛那个心，这2个心，入世2心，初心难呐。这2个心呐，难在你最初发心呐，要发了心了，那就成就有份了，逐渐的就达到究竟心了。如果这个最初的没发起，那个永远没有的啊。因此才说是入心20人，出心难呐。对，心成就了是指什么说的？是指从初心、2心、3心、4心到10地，10地满心了，登了出住了，叫信不退位，信心再不会退了。这时候发心，叫发心住。出住的菩萨叫发心住。总的说呢，发心的位置就是十住菩萨。十住菩萨发完心再去理解了，理解去做，叫行发心，叫解性发心，解性发心。这个发心再进步，再到了回向，回事向理，回自向他，回因向果，这3种，是3贤位的所谓的发心。以下又加以解释了，说信成就发心的是哪一种人？要怎么样修行？修行什么法才能得信成就，才能堪能发心？何等人呢？依着不定具的众生。不定具是未登位的，未把信心圆满的，这不定。这3句中是不定具的众生，说他信啊不定啊，就是我们一般平常的凡夫说的。时而正知正见有了，时而又信邪知邪见去了。说他不定，有时候精进呐，勇猛精进一段，完了他又退了，时进时退，时进时退。你说这10000劫，我刚才讲一个劫就那么长时间，就是咱们这个，如果你没有到不退的时候，今生很勇猛，那命尽了，来生又跑道了，还不叫遇见佛遇不见佛，还闻到法闻不到法，还能见佛不见佛。像我们现在大家是在末法时期，没有见到佛，正法相法都过去了。说这都叫不定具众生。说在你未登诸位之前，是3句中的不定具，这是要那个平常的凡夫说。时而正念现前，时而邪见又生了，说邪正不定，邪正不定。精进了就前进了，懈怠了就后退了。
12龙门境界，12的放逸懈怠，这就是实行为的菩萨的表现。因此啊，才说1万劫。有熏习善根力，信业的果报，能起十善，能厌离生死苦，能想啊希望求无上菩提，得之诸佛亲近亲诚供养，修行信心。这个呢，一些过去的学习，过去多生的修行的善根，有了力量了，因为这个力量就作为你的内熏。这个内熏呢，就是真如的本体的内熏的力量。外边呢，要加佛法僧的三宝的外缘的熏习。经过你自己的努力吧，夹着内熏外熏的力量，让你过去的善根呐，现在的善根力量，能够对三宝起信心，能够相信自己有佛性，一定能成佛，这有信心。前的说，信善恶的果报，苦乐的果报，是丝毫不爽的，非常惧怕因果，不敢错因果。身体绝不做杀盗淫的业，口里不说妄言绮语两舌的业，意里不起贪嗔痴的念，这仅仅是世间的善因得的善果。能熏习自己过去的生死轮转的苦，能够要求不生不灭的涅槃的乐，能够做出世的一些善因，造成出世的善果，乃至于发心发利益众生的心，绝不为自了，发心一定要成佛，求无上菩提，这是善的最究竟处了。要是有这样的心满了，一定能成佛。有这些善因了，再加善缘，善因感的才有善缘呢。善缘就是外加诸佛菩萨加持力量，三宝力量，才能得于诸佛呀。得于诸佛，佛给你说法，观机说法，闻法就解脱了，也能够亲近诸佛，亲近诸大菩萨，还能布施供养。供养分两种，一种是你的身体，以身做供养，这叫内施；一种外边是财宝、财富，供养佛法僧三宝。咱一般的就施舍点财物而已了。像我们要延伸备子，是初步的内施，乃是舍身体，舍自己的一切都能舍，就是达到信心成就了，信心圆满了。经1万劫，信心成就过，诸佛菩萨教令发心，或以大悲能自发心，或因正法欲灭，护法因缘能自发心。经1万劫是时间，信心成就了，信自、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，这样的呀，来修行，来成就信心。
但是众生的根基啊不同的了，有立根，有顿根。立根的修行，他精进勇猛不会退的。他也许不经过10000劫，他信心就成就了。但是根基虽然钝，要精进呢，那一个转顿根成立根了。要是根基又钝又不精进，或者是立根的不精进，那必须得经过10000劫。而立根精进的就不限劫数了，一面就超无量劫嘛，一面就成佛无量劫。这个时间呢，在这个佛的教导当中，时无定体，时间不限制的，以法上立。法上就是你心呐，你心的观念，心的观念关系。心能把无量劫缩成一面，一面也可以发展到无量劫。那么慈乐法师引证那个一个公难，叫高峰妙禅师。高峰妙禅师故事很多了，他是精进修道的，昼夜不眠的。那昼夜不眠必然要昏沉，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嘛，那怎么办？对着他呢，他到那个绝崖，很危险的，看见底下是万丈深崖，站在这个地方，要一昏沉，那掉下去就死了。他因为要降服他的睡魔，做这个悬崖上的来修行。人的体力啊，人的身体，就是意念，你这心转不到体力，心跟境不合的时候，你控制不了的。咱能让咱不生病吗？让咱不睡眠吗？让咱不肚子咕噜咕噜叫，让他不饿吗？这是咱们办不到的呀。人家他还有肉体呀，高峰妙禅师。所以到这儿一下就堕到悬崖去了，他要必死无疑了。那他感觉到有人又把他给接上来了，他知道有人护法了，他问何人护法？答复他护法委托。他心里很高兴，他说我的修行感应啊，感应。恐怕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吧像我这样的。韦陀菩萨就赐在他，说像你这样修行，多入牛毛。你这贡高赊慢的心里产生了，我500劫再不护你的法。那高峰妙禅师就很自己责备自己了，责备完了之后，他说以前我到这来的时候，也没希望你护法，护也好，不护也好，我照样的修行，他又照样的用功，那还是支持不了，用的又昏了又下去了，那韦陀菩萨又把他扶上来，他又问何人护法？那护法韦陀答：护法韦陀。他说你不是说500劫都不护我的法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他说你一面精进超过500劫。另外我知道他一个公难，那修行时候他有挂难，那小鬼来抓他来了，到时候鬼来抓他来了，他寿命尽了，抓不着他，到五台山，他住的五台山，但五台山找不着他，那个小鬼就找到当方土地，说高峰庙住在这里吧，说是啊，说现在他怎么不在呢？说他在啊，他入定了，用功用的入定了。
小鬼问有什么办法把他逮到没呢？土地公公跟他一天待会都熟悉了，说他还有一念贪耐，贪耐他有个钵，钵上钵多罗，就是阴凉气，咱们吃饭的饭碗吧，但他这个饭碗是皇上给的，非常名贵，他舍不得，心里头有挂碍，这个钵把他挂碍。那土地就告诉这个小鬼，你靠他那个钵，一靠就看见他。那小鬼又一靠他那个钵，还一看他在那儿坐着呢，小鬼拿铁链子把他锁上。那高方面就知道了，他说您真把我逮到的？哎呀，他说你假修行，你要有贪耐，贪耐什么？说你贪耐这个钵。哎，他叹口气，他说现在你也把我锁上了，我也跑不了了，你把钵再给我看一看。那小鬼一把他锁上了，还跑得了？把钵也给他看，他把钵接到手，啪往地下一摔，就在一摔当中，他又入了定了。小鬼看不见他了，就拽铁链子，一拽铁链子是空的，没有了。高明峰就说个偈子：要拿老生高峰庙，除非铁锁锁虚空，要还所得虚空去，再拿老生高峰庙。懂得了吗？大家懂得了吗？当你功夫到了，一入定，能把肉体空了，正定正受，一入三昧，一切法皆空。不是他已经悟得空性了，证得空性了，才有这个本事。但是他这个本事是从苦练来的呀。这两个故事联合起来，因此说啊，如果信心成就了，成就信心了来发心的，这就入正定句。正定句，正定句跟不定句说的，这时候才必定不退，入了如来总性，住如来总性，正因相应啊。正因是什么？说发心的真如的因跟真如的理合了，唯一真如共。初入的菩萨，他相似见到真如的理，与真如理相应了，已经登了初住位了，所以他入相似的智慧，相似的真理，跟真如的理体合了，所以毕竟不退了，这才登了初住的，才算入了如来的总相，入如来总宗，这叫正因相应。要有众生的善根微少，久远以来烦恼深厚，随之与佛一得供养，言起的是人天种子，或是二乘种子，设有求大成者，根在不定，要进要退。实心未满的，没有圆满的，这根基是劣根。咱们呢，恐怕现在入初心的位的菩萨都少，马上知道我这个念头不对，学这前念起呢，只是后念不起，这才是初心。那我们考验考验，我们有这个本事没有？前念一起呢，马上就止住了，只让他在一时当中起点惑，不相续，绝不再发育生口气之，意念上有，这才是初信。这叫善根微少了。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心要先对三宝，不能坚定你的信心。这念佛呀、礼忏呐、拜佛呀，
或者你学习修成过程当中啊，经常还起贪嗔痴的坏念头呢。这个坏念头一起，你能止住不能？咱们前头讲妄念、妄想，妄想很多呀，咱不定的事实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妄念把你支配的到处跑，心里不得安定。这一天你能定到1个钟头吗？太多了。能定到10分钟吗？就在那儿不停的胡思乱想。这胡思乱想，若想三宝，想这法，想到这个道友们互相的教导，这个教导是一直佛说的了，一直佛字说的，能够定不移，这很难呐，连这个都很难呐。说我发心在这个普陀寺住上20年，发这个心都很少了，不说再说了生死了。所以咱这有，我一辈子就在普陀寺了，这样又能有几人呢？这个很简单，说住在这干什么？吃饭睡大觉？不可能嘛，人也不允许你啊。现在这种权利嘛，其他人没有。如瑞妙音可能有点儿，不是完全的。其他人想这样吧，办不到啊。就是他们俩也在内，也不会有这种思想。做点事儿吧，做事儿都是常住的杂物，不论课堂大寮。点着师傅，一天脑子想的，怎么样菜呀干净一点，怎么样给大众师傅吃的好一点。但是这也是善心所共生嘛。但是我说是现实的，你从你自己的心地上想，离开文字，就从你的心上做。我怎么样能够使我信心成就，发心不退？说这个功夫很难呢。我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的。对，我16岁出家，现在90了。在第一点我知道，心念一错，马上制止。什么念头还是都起，起了就能止住。光能止住这个念有什么作用呢？它还是起呀，能把它断了，不起。这不是一句话呀，经过好多的磨难。对，你们这里头好多人还没有住我监狱的岁数大，我住了33岁，有好多的还不到30岁的年龄呢。在那时不晓得起好多念头，不怕念起呀，念头起，你没断惑的时候，念头一定起；没有断见烦恼的时候，没有断思烦恼的时候，断了思烦恼、见烦恼的时候，尘沙无明的念头，这叫习气。习气没断，你还流露，了生死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因为咱们造生死造的太多了，无量亿劫呀，不是万劫、万劫，横沙数那么多，无量劫。那个习惯呢，太自然了，一来就来了。不要学，不晓得哪儿来，你脑子自然冒出来。每个都是事儿，或者自己关照自己吧，都是事儿。这种事儿，善根微少。从久远劫来，那个烦恼深厚，
说我们现在也没有遇见佛，遇见是化佛的相，化佛的相。那么佛菩萨教导我们说了很多断烦恼的方法，现在我们还用不上，说用不上者不去用，没把那个方法运用到真正想拿来用。我们也是修供养，所以说化佛嘛，泥塑木雕这些化佛，我们也供养啊，天天香花灯烛礼拜。你这个种子是种的人天种子啊，要想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这些苦难，你得从你心的关照，要心的功夫，心的功夫。这发菩提心呐，别把这发心看小了啊，发心的功德不思议呀。如果大家学习过发菩提心、菩提心论，有菩提道论呢，它有广的有料的。这西藏对这个非常重要，不是咱们在这一听说西藏密宗，哪那么容易给你受个灌顶啊？你得积累很多的功德呀。那到外边来，在汉地来，在什么这个其他的呀国度、其他地方受灌顶很容易。那这些喇嘛也不是怎么样了不起的喇嘛，在西藏20年学显教，五部论不背，哪能受灌顶啊？20年毕业了，他那毕业的班是20年，1年一班，1年一班。毕了业之后，还得考上阁系。考上阁系才到那个密宗院去学习，密宗院前5年谈不到什么灌顶啊，法也没有跟你学的，你先学技术，做那个丈八，拿酥油和来，这叫舵八。你先得自己会做坛城，知道坛城吗？坛城就修道的处所，不是咱们住个房子里头，这个不行，这后磨难会来的了，直接住个坛城。4大菩萨8大金刚拿那个丈八塑的像做起舵马。看过咱们供那个密宗坛城吧？这个你还没看过。完了观想自己坐到坛城的中间，坐那儿去修。4大金刚8大护法乃至诸天的护法的护持。那你在这个学这个要5年，你还得是护法的根器，你那个上司看见你是法器，或者给你修文殊法呀，或者是绿度母法呀，或者是白度母法，看你求什么法，说金刚法呀、大威德呀、十轮金刚啊、金刚萨埵呀，这个差不多得30年过后了。那你要修行也差不多50多岁了。这儿平常积累的，说叫密宗啊，说即生成佛呀，这是说的了，说的。你有这种根基，这种信心，住上30年，受过法，受完法什么都不能做，不是咱们这儿受个灌顶，完了什么都是随便的，受完法就得闭关。说我受文殊法，受完文殊法就闭关，最少3年3月3天。白教鬼他这闭关时候闭3年3月3天，就是333。你这有成就了，才能说受第2个法。但是这个上司是什么样的上司呢？现在你在西藏还找得到吗？我那儿住10年，我感觉那时候西藏的圣人2个，一个帕邦卡，一个康萨仁波齐。这不是这么一句话，不是脑子想啊，这里头都有个学法，都有个过程。马明菩萨说，你修一个信心1万劫，
信成就了，这时候发菩提心，这才说利益众生的话。那你要帮助别人，你自己得有点本事啊，拿什么帮助别人呢？先把自己健全起来，说我们善根又少，时间经过的无量劫这样流转，那烦恼深厚得很。遇见诸佛你也不认识啊，遇见法你也不能够领悟啊，也不能去照着去修啊。菩提心不是容易发的了，发了也要去做了，巩固了。或者想，哎呀，我离开苦难就行了啊！要能够让我当国王，或者让我能升天，升天下来再当国王，享受人间富贵荣华嘛。这样心里头那就是人天种子了。想了生死，想想那些个菩萨行菩萨道，那太困难了。我就把我自己生死了就好了，都不容易。在这个慈老法师给我们讲个故事，其实这个故事我也常讲，感应录上说的。佛在是一个沙弥跟他师父游行到边去，那沙弥嘛总给师父背包嘛，衣钵啦什么的东西背着包，然后在前头带路啊，在前头走。那么先带路走走，他师父叫他停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沙弥啊，看见那个田里头啊，那地下翻地翻出来一个虫子，看那个巧啊，吃那个虫子，哎呀，他感觉众生非常苦啊。他说我要发大菩提心，都度他们。这是他心里想，发不起。他师父叫他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了。他说包包拿我背，我给你带路。于是这一路上就搞了这么好几次。这徒弟这沙弥说：“师父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有点神经啊？怎么回事？这么紧着调换呢？”他师父跟他说了：“你就发了大菩提心，那是菩萨了，我才是个阿罗汉呢。我让你给我带钱带路背包，我负担不起，所以我叫你停下来我背。但一会儿你又退了菩提心了。”那沙弥一边走着想：“哎呦，菩萨道难行哦，我还是像我师父啊，了生死这样。”他一发这个心，他说：“停下停来，你还背吧？”他在前头走，是吧？你才发个二乘心，我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。就这样的方法，说明什么个问题呢？阿罗汉才有他心通的，阿罗汉也有几种不同的了，不是阿罗汉都一样的了。阿罗汉有大阿罗汉，他心通，不要入定就知道的。有些阿罗汉他必须得入定，他心通在现前。那他这个师父嘛，就大阿罗汉，是吧？他想什么，他师父都知道，这是他心通。因此他师父跟他说了，说你发了菩提心，但是你退了你还想求阿罗汉呢？我已经证得了，你还找呢？说大凡圣小圣，说大心的凡夫一发菩提心，超过小乘的圣人。意念就在此，发心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众生的善根微少，久远劫来啊，有时候他烦恼种子深厚了，遇见佛，遇见法，遇见僧，他不信呢，乃至信了很肤浅的，没有根儿。咱们知道信经念定慧这五种，一信让它生根，根生茂盛了，上面长得才茂盛，根深叶茂嘛，根茂了才发出力量来，这抗拒严寒呢，抗拒风雪，有这个力量。信根力，五根五力嘛，就这样。说咱们现在这个，咱们叫毛道凡夫，一点小风都吹动，是吧？那种警戒风一来啊，
催你飘到虚空，还不知飘到哪里去了。什么叫境界风啊？成疾苦乐耐争毁誉，说这8种境界风好不容易呀，不是咱们说的时候说大话谁都会说，说圆融，从凡夫说到成佛。咱们现在讲大乘起因论，不是从凡夫说到成佛吗？而且这过程说是非常详细，你怎么样才能成佛？众生是什么样情况，给你分析非常详细。那你自己取吧，取在吗？那么也有供养诸佛的，他没经过1万劫，他遇着殊胜因缘，他发菩提心了，或者见佛宰相发心呢，或者是供养众生发心呢，或者遇着他特殊的前生因缘，或者他同修者、同道者、眷属当中，人家成就了，又遇到快顿了，来度他。来看到遇着什么因缘来的发心，现在在他学习发心的阶段。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在学习发心的阶段。如是等发心，悉皆不定啊，这个发心是不稳定的了。发了心了还要退，退了又发，发了又退，退了又发。为什么说成佛了跟初发菩提心了，入世二心初心难呢？咱们感觉发心很容易，其实发心很难呢。就看你遇着缘，你有发心个因，遇着的外头殊胜因缘，像住这个道场，或者闻法，或者学法，遇着殊胜的老师，很难呢，很难呢。特别在末法当中，这也得自己相应，跟那个你遇到了，也能错过。遇到了得不到，内因力量不够，光靠原力加持是不行的，你的内心的根力够，因缘合了，才能成就事物。像上来所讲的这些发心都不定的了，遇着那因缘他又退了，随便就失堕了。不说从大菩提心堕到2乘地，哎呀，我还是自己了生死吧，所以堕到凡夫，堕到贪嗔痴去里头去。我有个小道友，他在台湾跟着出家，他一天拜6次忏，念5万声地藏菩萨圣号，24小时睡觉的因缘很少。入世行了6年，现在呢还俗了，给人家当跑外卖去了，招揽生意啊，给人当外人。大学毕业之后入这，善缘遇的不够。那么因为他的剃度师叫他回他的本庙，他回他本庙，他看见那种警戒像或者什么像，他退失心了，他于是霸道还俗去了。昨天还给我打电话，要到上海来做生意，不是自己做，他的同学的来帮助他做，1个月2万块钱工资待遇。他经常的没在我身边，经常给我打电话。那他还俗之后跟三宝都不联系，还跟我联系。前2天给我打个电话，我说你善心所还没失掉，未完全失掉，还恢复一来呢。你说三宝有加持力吗？三宝的加持力，如果是拜忏，他就拜占察忏，拜了6年，一天有时候5次，有时拜6次。一些诸法呀都入世啊，我只举这么例子了。
我到美国去，我身边常跟我带跟前6个，后来住美国大学了，干什么的？有的现在还书去当那个磨珠宝的了，一月也挣3、4千块钱美金了，就剩下红觉一个。好多事情看来很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所以现在师父带徒弟或者带道友帮助，对他内因有啊，不是能帮助得到的。每个人都想求观音普贤文殊地藏，这都是发大心的大菩萨经常在。我们诸位道友，免说一生遇到几次文殊菩萨来跟你说话的，或者观音菩萨跟你说话的，你回忆一下，诸大菩萨跟你说话的，说都没遇到，从来没有过，那你是考验考验你自己了。为什么？那些大菩萨平等发心呢？没事有入世差别。是我见到了，见到就能成道吗？见到只是一种加持，还是退心的。我经常举这么个例子，无着菩萨修这个实心三昧，修弥勒菩萨大慈，在山里头什么缘都断绝，修了10年，一点影子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他退心了，不学了，下山了。在半路上遇这个老太婆，拿着一个大铁柱子来在这磨。他看着很奇怪，他说：“老太太，这个老太婆吃饱饭没事磨这么大铁梁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在这干什么？”哎呀，他说：“我磨绣花针呢。”嗨，无着菩萨说：“这么大个大铁柱子磨绣花针，说磨绣花针干什么？我女儿要出嫁了，我给她做个架子。”无所菩萨就笑了，等你针还没磨好，你女儿就死了，不论是出嫁了，你能磨得成吗？他说：“管他去，公道自然成啊。”那无着菩萨在这句话上醒悟了，啊，我这修10年功夫没到，又回去了，又修10年，还是什么也没有。这回决心下山了，说这一法跟我不相应，我得参学去，找善知识问问。他下山呢，走到一个河边上，看着一个狗那个这个肚腹上长有痈疽就是疮啊，长个疮。那无着菩萨没出家，他是个医生，他专治这种病的。他说这个那个脏啊、臭啊、味道，要是个人我一定给他治，这也是个狗。但是修菩萨道是平等心呢，看一切众生跟人是平等对待的，这不给他就走了。走一想，他说我在这个山里修20年了，慈心三昧，现在这叫境界现前，不修吧，现在过不去。一到跟前一走吧，看实在没办法给他治病，又走，如是3、4次反复，最后下决心，就等慈心三昧功力吧，下决心来给他治。等他给他治的时候，他这个治呢，先把他那个用口把那个疮的所有内部给他锯出来，完了再给他治疗。赶到他趴着狗的这个肚皮这么一锯的话，他说不对呀，不但不臭，又香又甜。他一睁眼睛看呢，他抱着弥勒菩萨肚子是啃的，他满到完了，心里很烦恼，生了烦恼，生了抱怨心了。弥勒菩萨
我修了20年，你一点信息都不给我。弥勒菩萨，我天天在你身边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很着急呀。对，他中间就有一声障碍，你的业障。我们有好多的道友们，求佛呀、拜佛、礼佛呀，或者求光啊、求现呐。那现代人造谣，一会儿这个光出来，那光出来，看见这光，电光，人为的，在后边给你做一个电光放光了。几回佛菩萨放光，就佛菩萨在跟前，在你身边给你放光，你的烦恼照样断不了。个人吃饭，个人饱。自己的业障个人了，不会包办代替的。见了又如何？当你自己功力不够，福德智慧两方面你都没有积攒够，你见了又如何呀？我们天天不是见吗？你打开经本，不是诸佛菩萨，佛说金刚经，打开金刚经；佛说弥陀经，打开弥陀经。但诸佛菩萨都在呀。你得这样认识，再又如何？你也得听他的话呀。佛说教导让你去这么做，你不这么做，那你见了他又如何呀？像《金刚经》说叫你无念，无所住，不住色，不住声香味触法，不住眼耳鼻舌身意。你不听他的话，你都住，你见了他，那不是假的吗？那真的吗？容易着魔呀！说着魔障就这么来的。天天我就见佛，佛天天在你跟前，你不照他的话做，你见了又如何呢？你怎么样交代呢？说这些个发心都是不定的，他遇着什么人缘就转什么人缘，遇着那人缘他又堕落去了。堕落2生还是好的呢，堕落2生怎么样好啊？那了生死了嘛，只把这6尘脱了嘛，把3界脱了嘛。我堕落凡夫，堕入下地狱，堕了3途。一个出家人还俗之后，杀盗淫妄一起犯。头几天，厦门一个我的一个皈依弟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我现在5戒全犯了。”我说：“那犯了有什么办法？下地狱吧？”我说：“他说有什么方法能够把我这个犯戒的罪过赎回来？”我说：“拜忏吧。忏悔啊，昼夜24小时拜。你要想到怕下地狱就去拜吧，都是忏悔了，见了相好了，清净了；没见着相好，非下地狱不可。这是佛说的，破戒还不下地狱吗？而且5戒一起犯。因此，我们要知道。要发心，怎样发呢？发心发3种心，看你发哪种心呢？一者直心，直心正念真如法；二者身心，要记一切诸善行；三者大悲心，拔一切众生苦。直心正念真如是不弯曲的，直心是道场。正念就把你念呢，思念集中，正念就是一念。咱们经常一心，一心就是无念，无什么呢？无一切的妄念。自心跟真如法相应，正念真如，这才叫识觉智慧，这才算有了识觉智慧。用这识觉的智慧念你的本觉的理，
直觉自己智慧就知道我自己的自性具足了一切功德。但是迷了这种一切功德不显，并没失掉啊，并没失掉，就是不显，迷了，那你就发直心，直心这一念呢就显了，就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或者这种空观的观想。禅宗看话头，话的前头是什么？为说话的前头是什么？那就是观念真如，真如无念的，不要东想西想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一直观去，观真如，从那个真如的本觉的智慧发生实觉的智慧，以实觉的智慧再观你那本觉的真理，叫知心的真如，这样的循环不息，循环不息，就必须得做，必须得做，不做是不行的，光说是不行的，光说不练那就是不行的，而说是不保。比入世观者心里经常入世想，这叫发知心。知心当中就摄护你的戒体，摄护你的戒体。如果有毁犯了，如果对戒体有厌恶了，马上忏悔，不然就背离真如，背离你那个本体。戒是防非止恶的，是护持你真理的。如果持戒着相，执着着相，那是得到人天的福报，还是有相当好处的。着相有着相的好处的，但是你这处理不了，就是了不了生死。犯戒呀，犯戒那就更不要说了，犯戒那是背真如了，就背真如。同时又以你实觉的智慧了知明了的照了自己本体所具足的一切功德，这个自己知道功德的深的浅，自己修行的横门所起的深或者精进或者懈怠，因为这样知道了是自他不二，一切众生也入世，这你利他的心呢才能广大，让一切众生都知心正念入。广大这个就是身心了，利益众生的身心。身心者小善不施，一点点小的好处都要去做。每日诵经念的拜佛上早晚殿吃饭，都随时回向给众生，让众生跟我同理苦难。这一行呢就是大悲心了，大悲心。把大悲心就是把一切众生苦。那起心论讲这个大悲心，它就具足了，含着这个大悲心，具足般若的智慧大悲心。不是耐见大悲，这个大悲心是因如真如性本体的所起大悲，这叫同体大悲，同体大悲。完了，无缘大慈，还有身心，身心这无穷无尽，度众生，众生界无穷无尽，一切善行善法无穷无尽，就是六度万行一切的善法。身心者就一切善法都把它具足。问曰：
上说法纪一向，佛体无二，何故不为念之如？夫假求学诸善之行呢？你不说了吗？一总相大法门体呀，什么都具足了，就只念真如，这就好了吧？还要发什么身心呢？还要记什么诸善行呢？啊？问号，问答呀，智设的疑惑了。前头讲正念真如了，直信正念真如。答呢就是，譬如大摩尼宝体性是明净的，但是它有矿产的污染。那珍珠不经过磨练，它也不会现呢，不现光明啊。金子是在沙子里含藏啊，矿石里的含藏着，得把那矿石的污染去掉。人呐，虽然是自念真如，念直接的法性，你不以方便善巧来把它磨干净，得不到清净。而一切众生真如之法，它体性是空净的，但是它有无量的烦恼的掩垢。你不讲方便把这无量的烦恼掩垢治除，随念真如种种的心修，还是得不了清净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因为以垢无量故，骗一切法故，所以必须得用修一切善行来对治一切那些个不善的。所以修一切善行来对治一些什么呢？对治那个骗己之啊，咱们前头讲的哪法而知啊，骗己一切法为实有啊，对治这些个一切法实际是实无啊，清净的把骗己的垢染把它除掉。说要是有人修行一些善法者，自然的就归顺真如了。但是这个道理呢，一共有4种，分别把它说。一个是性根本方便，观一切法的自性无生，无生者就无念，就离去妄念，这样才不住生死。观一切法是因缘和的，它业果又不失掉，不失掉要受苦啊。说才起于大悲，修筑福德，来度众生，摄化众生。习不住生死，也不住涅槃，随顺法性无住故。这全部的般若义啊，金刚经就是讲着无住，不住三生相位出法，不住一切法，无住故，而翻过来无住才能证得真如法性，法性遍一切处，才能普利一切众生。随顺法性，随顺真如，才说无住，这叫是根本方便法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因为道友问我是无念会不会落入外道无想定？咱们大乘起信论讲的无念呢，是到什么境界了？无念者是正念真如的无念，妄心顿歇了，见了真如之后的性体之后，实如外能百界示现成佛，但是它相似的，不是真实的，跟外道怎能相比啊？外小无想定，外小无想定，它一时还没断呢，它只是不起分别了，一时降伏住了。这两个不能一等同的啊。这个无念深得多，无念故无不念，无念故无不念，真入了真如的体了，真如的体片一些处，而且这个是在断了见思惑，在金刚经
须菩提向佛请教，无住，那个无住就是无念的意思。第二个问题，八正道的中念，八正道中的正念和起心论的诸无念是什么关系？八正道的正念、正见、正语、正思维，正念者就是心念真如法，这说深的了啊。浅的呢，正念呢就是不起一些杂念，正念是念三宝。这才叫正念。正念。起心论说的无念的意思，正念的究竟了，正念真如，念三宝，念到连能念所念都没有了的无念。第二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，禅宗说莫道无心便是道，无心犹隔一重天。禅宗讲的无心呐，跟大乘起心论讲的无心呐，两个。大乘起心论的无心是没有妄念的，直心正念真如了，并不是断灭的。无念过，念通了，没有能念所念。禅宗是观那个话头，观话头观到无念了，就是在言语之前是什么，只能够认识。咱们现在从学习当中咱们也认识了，认识真如，真如就是我们的佛像。所以禅宗讲无心犹隔一重天呐，这是他没究竟。无心是只落空的一边，所以说无心和无念，你问他什么关系啊？是一个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念到无念了，念无心是没有妄想心，并不是你那个真如的佛性都没有了，那成了断灭之见了啊！你参禅吗？问这个意思啊，是参禅的意思。你要学大乘起心论，就学大乘起心论，你这又牵连着外道了，又牵连着禅宗了，不要想那么多啊，不要配那么多，不要那么配。这个是根据百部大乘经典，根据华严、法华、圆觉、无摩诘、璎珞，这都超过般若的智慧义了。你怎么能跟那个配呢？不拿大行起心论讲的呀，他是从你凡夫地讲到佛地，从凡夫地到成佛，这个中间的过程跟你说清楚，让你升起一个大乘的信念，只是起个信。这里讲的那些境界啊，有佛的境界，有地藏菩萨的境界，也有你凡夫的境界。你不要想的太多了啊！久坐后出现记忆力衰退，思想迟钝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在坐着干什么？坐着睡瞌睡吗？坐着是修行啊，是关照啊，是向前进的啊。你这是坐着退了，坐退了是乖瞌睡了。你坐着什么也不想，你还没到那个境界啊！你必须从想达到无想啊！你坐的时候
是思维修，不是枯坐。你坐着要去关照，因为你行动时候、做事时候容易生散乱，坐着把心收心，设归一个正念观想。你观想三宝也可以，观想哪部大乘经典所说的义跟你相应的，你观想。那你念佛的观想阿弥陀佛，这个也不会观，就想南无阿弥陀6个字都可以，观想了了分明，这是关照了。怎么会坐着坐着把记忆力都做的没有了？有这个事儿吗？那你不成傻子了？做成个傻子了，做呆子了，说思想迟钝了，越做越傻，那就说你功夫用错了，没有功力。那让你做2个钟头，你是睡着了吧？睡着了才迟钝了嘛，不睡着了怎么会迟钝呢？那你下来走一走了，别再做了，再做了要成问题。那你多活动一下，多拜拜佛还好一些，还消业障。咱接着昨天讲说行方便，方便呢，方便是善巧的意思。方便有几种？有种懈怠的方便，学习或者修行或者礼忏或者拜佛或者诵经，这个本来就是趋向真如的方便。我在你方便当中，这个是咱们现在讲这个方便，是顺根本的方便，是顺真如体而起的妙用的方便，也就是种种熏修的方法。咱讲不是2种熏习吗？熏习的方法，这标起来说解释这个方便的道理。总说起来有4种，要开起来方便特多了。方便有多门，方便的目的是达到归元的。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。不管有好多的方便，都是为达到自性的无生，自性的无生。咱们讲的无生无念无作，都是随着自性的。说体性没有，自性本不生。说观一切法的根本就没有方便，为了达到方便，为了达到根本，说有方便。第一个，你先能关照懂得一切法的体相，在有情为之佛性，在无情为之法性。一切法的实体没有生灭，是无生的，无生就无灭。有生有灭的是你妄想的分别，那是你妄见妄现境界相。对，妄现境界相，妄想起分别。那么根本的自性的体是无生的，离开一切妄见，不住生死，也不住涅槃，根本就是自性的本体。那一切法的升起，咱们前头都讲了，因着真如果
一念不绝，一念不绝，一念不绝那就是无明，随了缘了，真如随缘了，那就是一切法的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。那么因缘和合了，在一众生迷了本觉了，产生不觉了。这个不觉里头就叫无明，不觉就是无明了，无明就生出了三系了、六出了，咱们前头都讲了。因为还想达到法性的本体，一直到法性是没有妄见的，也没有生死的。这个第一个方便是顺真如的体的方便，所以叫根本方便，根本方便。这个说个根本方便呢，为下头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这个叫根本方便。根本方便就是修行者，一切行菩萨道的，在你自利利他的时候，所行的方便叫根本方便。因为从根本方便生出来利他的方便，说那个在你因行当中，发心是因，因发心而利益众生所起的这个方便。咱们讲根本呢，就是能生意，生什么呢？生二种观行。这个说观呢，就观一切法的自性，观一法自性。观一法自性呢，它没有妄见呢，也没有生死啊。那所有这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，因缘和合而有的，它这个所起的祸一定要造业，业一定感果，业果由不施。所以菩萨在这个本来没有依法的，但是为了众生迷了，所以才起到大悲。大悲心就是利益众生。这个大悲啊，就是方便之中的因。这个因，这个方便的因，感众生以这个方便而成道，又能感果。前头观一切诸法自性无生，离于妄见，不住生死，观一切法的因缘和合。这四句话，这就是以大智的智慧观这一切法的自性无生。咱不是前头讲吗？本觉因着一念无明不觉了，产生了实觉。这个实觉就是智慧，就是觉悟，就是智慧觉。那么这个实觉就为能观，观一切世间一切诸法的法性的本体，观一切法的性，是所观。这个能观所观的，就不观你那个不变的真如。虽然说无明演了，他自己自体不变，
本来就无生，哪有妄见嘛？所以才不住生死。他见一切诸法不是实有的，没有。要是见一切诸法为实有的，那就有生死了，那就住生死了。因为离有妄见，不住生死啊。一切法不是实有的，也没个生死，在真如不变的地方。真如随缘了，有了；真如不变的时候，没有了。这是加你的那个观字，加你观，这是叫咱们修行的人说现在咱们讲这个，在修大乘，相信大乘，依着大乘而起修的，这叫观什么呢？观随缘真如，真如随缘了。随缘的意思就是有了妄见了，有了妄见了，因为有了妄见了，就起惑，起惑照要造业，造业业果不施，所以受一切苦，流转变异生死，分段生死。因此才说方便呢，就是为了使一切的流转生死的众生达到回归本有的根本，为了达到根本而起的方便，起大悲，菩萨的大悲心、大悲智慧，以大悲心劝导、引导一切众生、迷者众生观那个真如的自性，观真如自性的呢，摄化众生了知生死本空，涅槃非有。这是观一切法相，世间法是无明为因，境界为缘。这两句话很注意，大家记得啊。无明为因，境界为缘，是产生了一切世间法。那么把世间法翻眼成净，回为出世间法，那就变了。真如为因，三宝为缘，加佛法三宝的外缘的加持力，加使自己本具的真如的性体的不灭的因，三宝为缘。那么你那真如的因跟三宝的缘，因缘合了，那所有的业因果报，世间的恶因果，出世间的善因果，出世法、出世间法的纯善的业果因果，回归真如。真如随缘呢，就没离开一切法，在那随那缘，在善随善缘。随那缘是越转越出，离真如越来越远。随善缘呢，那就是应缘觉悟到回入你本体的真如。因为看你众生随那缘而演变，诸佛是升起大悲的愿力，悲悯众生，产生那因，转变的修行成为善因，那必须有很多的善巧方便，以善为因，来自利利他，摄化众生。在那果上的大悲，大悲，悲必须智啊，悲字是双韵的，悲必须智慧，没有智慧主导的大悲，智慧只有大悲。然后我们凡夫度凡夫的时候，悲天悯人呐，那种呢，悲天悯人只是个善心所，
善心所，跟这个大乘的教义所说的，这是用观照的功夫。这个观说观说止说定，都是方便。现在讲的根本方便是从真如说起的。我们讲一些讲观什么？观就上的这个观字了，观。止生灭观真如，观你这算的话就是观你自性的本来没生死无生死，这就是止。止就是定，定中所起的观照是止呢的因缘，这个观照止呢的因缘，观善的因缘。知道呢是不顺真如的，应该止。观善的因缘是随顺真如的，能够回归真如，那就应当做。这段话呢，止观是双运的，观中就含着止，顺真如不变的意就是止，止就是定。从止中又起观，这个叫随缘的真如。这两个不同啊，一个即观之止是随顺真如不变的，就不变真如。颠过来说即止之观，即观之止是顺不变的真如，即止之观是随缘的真如。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不变的真如，观止是止。随缘的真如就即止之观，这样子才能不住生死，只是随缘意，也不住涅槃。这叫止观双修，中观道。这叫行根本方便。根本双变，懂得这个意思了，从根本要产生了，产生什么呢？产生下头的3种方便，一共4种方便吗？料说方便有4种，这是说根本的，根本方便，行根本方便。一下把它分出来了，二者是能止方便，怎样止啊？止呢向善，二者能止方便，被忏悔悔过，能止一些呢法，不令增长，以随顺法性故离诸过故，随信法性离诸过。一共只有6句，这样的就叫能止方便。说断一切呢，就止一切呢，行一切善。有惭愧的人呐，才能止呢呀。没有惭愧的，那个不能止啊，不能止。不知道惭愧的人，他一定再去犯，他那怎能止呢？像我们入了佛门之后，在你受戒的时候，你受个3皈都要你先忏悔啊，必须把过去的业忏悔了。就是含着就叫你止呢呀。但是忏呢，必须得真实啊，不用假虚假啊。我们忏的时候都是口里说，心里没经过责备自己的心，责备自己过去所做的呢事错误事。这时候忏悔，如果不能痛哭流涕的真心的悔过，
那个呢是止不住的了。忏是对不起自己，愧呢，惭愧呢，愧是对不起他人。自己经常会对不起自己的清净的心，没有一个人他做坏事不知道这个事是坏事的。无论杀人放火做什么事情，都是他明知道不对，他不能制止，随是呢的发展。所以要你忏也要真实，愧也要真实。光是口说不能责备的心，不能达到痛哭流涕的真正悔改，你那个呢止不住的还会犯的，还会犯。这里头包括对三宝忏悔，或者对父母、对师长、对施主。十方的等觉的菩萨、十地的菩萨，他还要忏悔啊，常还要忏悔。忏悔具足了，才能回归真如，才归回归你的性体。忏是忏过去的错误，那是等觉菩萨他要忏他为什么一念不起，为什么起念头，要忏悔啊。痛自悔哉，是不再做了，那一切呢法才能止住啊。咱这个妄心所起的妄念，无论我们哪一位都有，静坐想想你的过错吧。在戒律叫只做二词，说已作之呢不复再做了，为作之呢是不再做。为作之呢再不做，为作之呢不做，已作之呢再不做。一般忏的呢都是过去已作之呢了，已作之呢了。那为作之呢不让它升起，为什么有信位的菩萨觉知前念起呢能止其后念不起，不让它相续，不发于身口其知，这叫惑。断呢行善呢，就靠你忏悔的功力。又是咱们结合第一个讲的根本，法性是根本，法性的根本嘛，每个人的本来的根本没有呢眼的，也没有呢也没有眼，那本身法性是清净的。说你在忏悔的当中，就是要随顺法性，离住一切过呢。这就是我们本分事儿，因为我们本钱没有过呢。为什么我们做了错事了，犯了戒了？看你轻重。一般的对手忏，像一位道友或者同参的同住的，跟他表白一下就行了。表白一下是让人家知道，那以后你不能再做了，不能再做了。知忏知愧者，一定能离过，一定能止呢。不知忏知愧者，他不能止呢，也不能向善，无惭愧人。诸佛菩萨没办法度他。这是忏悔的方便。三者呢，发起善根增长的方便。精勤的供养三宝，礼拜三宝，赞叹随喜，劝请诸佛，耐敬三宝。这样子你存厚的心情，善根才能增长，才能自求无上的道果，也能得到三宝的加持，佛法胜利啊，
来护持你，这样能消业障，使你的善根只能前进，不往后退，随顺法性，离开了痴是无明障现行的惑业。三者呢说有方便的善巧方法，能使你善根增长。所以这个叫发起善根增长的方便。方便呢能成就你的善根，成就你的善根，这个根本是能成就的。方便是你向前修行的一个方便，能成就你的根本的真如的善根，产生你的智慧，断你的烦恼，断你的习气。前头讲断嘛，这个讲智慧嘛，智慧。一般我们说断得呢就是涅槃了啊。那么这个讲的发起善根方便的，就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这叫智慧。这里头啊，就说是勤供养礼拜三宝。勤供养这个说的是你意念供养，尊敬三宝，不是我们非要买几朵花，买点贡品才算供养三宝。说意念当中要修习福德，要供养三宝，供养三宝。有时是事，有的供养是礼。所以在那个十大愿的里头，普贤菩萨十大愿，法供养为最，那个法是礼上，用惯例来供养。勤供养三宝的意思就是你修福德的时候，一定要修智慧，修智慧的一定要修福德。要想使你善根增长啊，就要勤修礼拜供养三宝。这在十大愿，礼敬诸佛，赞叹诸佛，供养诸佛。来忏悔业障，随喜功德，这是前五个。对三宝呢，常时的生有耐敬的心，念念不忘三宝啊。对三宝的礼敬，磕头，这是忏悔最好的方法。礼拜供养，所以在我们这个布施度里头啊，供养就是布施了，对三宝叫供养，对一切众生叫布施了。它分你内布施外布施，内供养三宝，外供养三宝。内供养三宝呢，用你的身体；外供养三宝呢，用你的财富。口里头呢赞叹，意里头呢产生恭敬心，身体呢礼拜，行动，这都叫供养。在《大智度论》里头讲，对三宝的光说不行的不叫正，要说而能去做。要光说不修行，这不是有智慧的人。想善根增长了，勤供养三宝，要去做，去做。所以供养的物质不入你身体，而持诵的圣号，礼拜供养诸佛。但是这个礼拜啊，
在慈老法师引证那个罗那的三藏里头说，礼拜有7种，7种。说内无恭敬心，没有恭敬心的礼拜只是形式，五体不投地。那很多的寺院里头一进去，大殿里都有拜垫啊，拜垫。慈老法师说摆架子，说每个店里都摆个架子，架子。说拜凳了，咱一般的说拜凳了。那个在戒律里面叫下床，下床，就是五体不投地，五体都不地，把自己身体啊看着很重的，那就对身体看重了，对三宝就看轻了。说这种礼拜叫我慢礼，我慢礼。从现象上看，好像做礼呢，其实他内心里头那个有慢的惑，慢的惑，慢业所感。那这种礼呢，不五体投地的，就哪慢礼，慢礼。第二种呢叫唱和礼，唱和礼，一个人唱，大家磕头。像拜千佛的时候，拜千佛。我曾经到一个寺庙，这个寺庙还是很有修行的。一般的说来，这个寺庙还很好的，他们拜千佛，我去参加拜。我的老道友说：“你不要去拜了，你不拜还不生气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说：“你去拜吗？你去拜，你看你拜的烦恼不烦恼？”我说：“那你怎么不制止呢？谁听我的呀？”我说了也不听啊。我说：“怪不得你不参加拜。”他那拜千佛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一唱一拜，这面拜那面起来，那面拜这面起来，就这样。我说无体了，拿手一比划，脑壳一点，这就拜了。不然千佛1个半钟头就拜完了，那怎么拜呀呢？这种唱和礼，那拜垫又高。我说拜忏磕头要如法，必定五体投地。我们看见把这拜垫挪开磕头，什么拜忏啊，打念佛器啊，打拜忏器啊，我们都没有拜垫的，好像我们这儿也没得拜垫，没有这个设备，就管那个小垫，而是沾着灰尘的。这是唱和礼，一人唱大家拜。第三种就好了，五体投地，头一定在底下，两肘两膝盖，这叫五体。心里头意念着想着佛的身，就是化身了啊，在目前就是相好庄严的啊。那么你磕下头去，头面接诸归命礼。这个拜忏呢，有离垢会经，专门讲着磕头，怎么样磕？那么一般拜忏的观想呢，就讲能理所理性空界，感应道教南思业，我此道场入地中，诸佛菩萨影现中，我身影现诸佛前，头面接诸归命礼。这4个句子啊，你平常的没拜你也想熟了，你一理下去，它兑现的，不然你磕头得观想老半天呢。最初可能够要想老半天，拜熟了，自然你兑现了。第三种礼，如果想有心的，就多研究，磕头也要好好的磕哟。
它才有作用。你磕一个头就能消业障，像我们的平常那一颗拜殿很高的那表示一下，那个消业障很困难了，消不当了。第四种，大乘的理法，无相理。能理着的体，能理的体跟所理的体同是一个法性，没有能理的相，也没有所理的佛。我跟佛一如，这叫无相理。起用理是在前的无相理所起的妙用，就是根本方便啊。咱们现在说的方便，无相理是要真空理说的，没有形象的，唯是一心。当你拜忏时念着一心敬礼，或者释迦牟尼佛呀，或者普光佛呀，但是那个一心非常的重要，唯是一心。能理的所理是一心，能理的是真空，所理的是妙有。妙有的佛像就是我真空的心，我的真空心就现的妙有的相，诸佛之相。礼佛就是用，这些体相用三大都用上了。礼佛是度众生，诸佛现的报化身是度众生，口里唱念就是起用。第六者内观理，不缘外境，是自己的内法身，跟那佛的真正修成的法身，已成就的法身。我们是法今在禅未成就的法身，直到除此是真如之外的没有身心，此外没有什么，没有能理自他的自性的清净本心，以自性的清净的佛，佛性无二，没有内外，这叫内观理，观相理。第七，实相理，实相者无相，不可以心取，不可以相求。对着礼佛不执着，不执着可不是不理，在礼敬不执着，能理所理同是一个实相共，难心寂灭，平等平等，这叫实相理。我们从离体的三宝幻想着外世的三宝，现在的佛法僧，现在末法时候，不管纸画的木雕就是佛宝，一切三藏经文就是法宝，一切众生就是生宝，这叫四三宝。四三宝是顺理顺真如离体而成就的，必须得学教。不学教，你犯了很多的错误还不知道。我们在起居时、课时，到处都摆的有佛像，不在接待什么的客人，不论信三宝不信三宝，都在那课前里有佛像。而是像那大多数供殿的子像都是立像阿弥陀佛，坐在像前里聊天啊，摆龙门阵呐，那身体就不恭敬。夏天这那个手啊一直掏脚趾头，完了在那佛像前，极不恭敬的，极不恭敬的。这都对三宝的亵慢。他心里头，他把那个佛当成子像，当画一样的，是犯了很多的错误，并不知道，只是他抱怨或者自己念经啦、礼佛啦，三宝也不加持我了，我求佛不灵了。你赶的不对头，说你赶呐不如法，你赶不如法，怎么能要应呢？感应吗？你基本感就错了，那怎么会有应呢？那就没得应了。所以不应，不应。不论你拜好多，一天你拜好多，拜3000、5000，
你不如拜一拜，诚诚恳恳、恭恭敬敬、内外关照，或者用实相礼也好，那你办不到；无相礼也好，这你办不到。现在我们这个凡夫，连出货都没断呢，见思货都没断，出货，你怎能达到无相礼？现在我们讲的是大乘起信论啊，你能产生个信心就好了，连个信心都没有啊，你怎么能乘实相而去起修呢？你先一个信就好了，信完了而行，而且信的时间呢，要把这个信圆满呢，咱前头讲了，得10000劫啊。明白这个了，起信论跟我们升起，我们知道，经常检查自己，不愿抱怨三宝。像我们这好多道友抱怨三宝的很多呀，佛菩萨不灵啊，不加持我这么样修行，你好大个修行嘛，你自己都没对照了，你错误了做的，你还以为是真实的呢，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呢。因为没有智慧，那从前我们有老修行老和尚，走到河南那个山区里头，天黑了，到室外也没个店，赶到山坡上有个庙，到那儿去挂单，那和尚不留他，他说我只在你在店里头，我自己带一蒲团，我坐一夜就行，坐一夜也不行，不留他。他也就发了无名火了，他说不留我也要住，管你留不留，把蒲团一撂，他就坐下了，管你去，反正庙里是和尚的。那个住持和尚也没办法，就把山门关了，让他坐去吧，也不理他，就走了。那个老修行他很有功夫了，他一坐着他就想，他今天入不了定，好像起了烦恼了。这个和尚是什么和尚？他就起来看看他，夜已经很静了，起来看，看来啊，走到1层殿破破烂烂的，走2层殿破破烂烂的，走到后头紧后院，大概是那个师父住的地点吧，庙里头住的地点。他一看，7间瓦房修的光明透亮的，里头点着蜡烛，他往里头一看呢，不是一个和尚，2个和尚，另外摆一桌酒席，还请些花姑娘陪着他们作乐。这一下子他火了，他不是跟他俩发火，他又回到他前殿来，跟着伽蓝菩萨说，他说伽蓝菩萨，你护的什么法呀？我这么有修行，你都不护持，到这个庙里连挂个单坐一坐都不行啊。他说你怎么护持那个和尚呢？说完了，自己内心里发牢骚，跟伽蓝菩萨发牢骚，发完牢骚就这回心里放下了，一坐就入定了。入定，伽蓝菩萨就来了，说你在这儿发什么脾气啊？你胡说些个什么？说你跟这个庙有什么因缘呢？这个庙从唐朝开始建的时候，你跟他毫没因缘。你是运了一块砖吗？是运了一口瓦吗？你资助什么了吗？你赞叹随喜了吗？而至于这2个和尚，他们不是好和尚？你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吗？他前多生是干什么的？他是多生是畜生。这个庙修庙的时候，那这2个和尚呢是毛驴，知道驴子吗？是驴子。说这庙的砖瓦木材他们驮上来的，经这1800年，人家对庙有功德的一代一代都走了，这个庙已经到了因缘没有了尽的时候了，那就轮到这2个毛驴来了，该他们俩享受。那毛驴来了，
到这庙里来享受，人家有缘呢，人做个贡献呢，你做个什么贡献呢？只有因缘莫羡人呢，咱们就缺乏不知道因缘，没有这个智慧，对自己都不知道呢，还说对外界呢，对一切境界相你什么都不知道。说人国有自知之明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学习学习嘛，看佛怎么说的嘛，那历代祖师怎么说的嘛。这马明菩萨拔地菩萨了，到不动地了，无明已经破了8分了，剩一点点了。说他做这起心论呢，是从他的智慧做出来的。一切法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是那个真空，不是妄空。一切法是因缘生的，一个是随缘，一个是中道，一个是随缘义，一个是中道义，一切法都如是了。说在方便诸佛的大愿方便善巧当中，从根本产生这3方便，一个大悲，一个大愿，第4种就是大愿了。所以应该发愿平等方便。咱们现在也是随着诸佛菩萨的教导吧，说是经论的教导吧，咱们也行方便呢。给人家方便，自己也方便呢。但是我们这个方便不平等，耐真心不平等。顺自己的意呀，高兴的呀，那就方便方便；不顺自己的意呀，烦恼时候就不方便方便。所以学经、学教的目的叫明理，从事上明的理了，明的理了，依理所成事，那你再做一些事啊，都顺理过，顺真如之理，那所做的都是对的。我们不明事，更不明理，没有智慧啊。怎么样是对的，怎么样是不对啊？咱们看着不对的，在理上是对的；咱们看着是对的呀，在理上是不对的。咱们是情，咱们经常听说这个不讲道理，那个不讲道理。就我们佛教的佛弟子来说，真正讲道理的只有佛，还得信真如，这才真正顺真如道的道理，这才真正的道理。咱们一般的人情，这叫情理了，父子啊、夫妻啊、六亲眷属啊，这个讲的理是情理了，感情的理了，这个理不对的了。跟你好的，当然你就是对他好了，顺你的情的，这是在情理当中。那还有法律啊，法律还有法理啊，法理又不是情理了。老子犯法也是同样要治他罪啊，这叫法理啊，情理法理。一般大家所用的公理，这是历代这样传下来的，感情的，你是世间的那个习惯的惯性的那个道理，那道理不见得跟法理合呀。那么佛教讲的道理是菩提道哦，咱们是现在讲真如，是真如道哦。这个道理是菩提道的道理，这种道理吗？我们四众弟子只是这样学了，还没有进入菩提道啊。说发心，只是发这个心。我们讲的道理，纯粹觉悟的道理，菩提道的道理，违背菩提道了，不合理了。我们这样讲道理，说咱们说的明理是明外觉悟，菩提佛所教导的觉悟的道理，
在这个道理上，人人平等的了，平等的了。顺顺真如，合乎道理；违背真如，不觉了，不觉不合乎道理，都在无明当中呢。那就靠诸佛菩萨发大愿，方便善巧，但是这个方便善巧是平等的。咱们经常讲平等，什么平等啊？在法性，在真如，在我们的真心上，平等平等。诸佛跟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平等，是无缘大慈，平等大悲。所以所发的愿，尽未来化度一切众生，不使众生一个流落的，一个再堕落的，他没有余，究竟让他证得无余的不生不灭的涅槃。这个大愿永远没有断绝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随顺法性无断绝过，法性广大，遍于一切众生，对一切众生平等平等。不念彼，不念此，究竟寂灭过，究竟还是真如一法。一个是迷，一个是悟。菩萨发誓行过，再得少分见法身。这个少分的见法身呐，还是没登地的菩萨呢。什么时候呢？是这个发心的信心圆满，登了初住位的菩萨，他发菩提心，要利益众生。那菩萨发这样心，是少分见于法身了。这个见法身呐，不是真正的正见了，是相似见，实信满心了。能初住位，初住位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，随他自己愿力，能够实现8种利益众生，这叫小乘八现。小乘的八现就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实现的。降魔、助胎，那八现成道吧，一个一个的我背不出来了啊，就是入胎、出胎、出家、成道、转法轮、入于涅槃。这是小乘的八项啊，小乘的八项。那大乘呢？大乘就没有降魔了，降魔。大乘佛魔平等的了，没有魔了。能八项度众生。见到法身了，他的自利利他的，能够实现八障八现成道。小乘八项呢，有降魔，没有助胎，没有助胎。大乘没有，大乘的佛魔平等，助胎也没有苦，示现的嘛。他同于人相而不同于人，人是在八项之中，是有时候受胎助胎是受苦的。在华严经讲到这个问题上啊，华严是原教的，他在住的当中实现八项之中，他还在十方法界那儿普遍的实现八项成道，一位即一切位，这是实信满心，修了10000劫了，信心圆满了。初住位，初住到10回向的最后那一位，这3贤的菩萨，30位菩萨都能够实现八项成道。在华严经讲，一项就具足八项，八项就具足一切相，助胎之中也在度众生呢。
他没有受苦之相。但是这个初住的菩萨示现的，从斗率、偏退、入胎、住胎、出胎、出家、成道、转法轮、入于涅槃这8项，他还没有真正证得法身呢，只是相信见到法身相似，但是入位了，发心住是不退了，跟2乘的阿罗汉跟声闻缘觉同原教的，他对有漏的业还没完全断，他的受生干什么还有微细的苦跟他相应，但是不是我们的业细苦啊，我们的苦是业细的，它是微细的。就像声闻缘觉，它有法执，有法执它就微细的苦，微细的无明的生命苦。因为没有登地啊，没有见到法身呢，相似见法身不是亲证的，所以他不明法身大事。言四菩萨未明法身，就这个意思。一些过去无量世来有漏之业的未能决断，有漏业就是有证得法身了才无漏，没证法身之前都有漏，随其所生与微细的苦啊相应，但是不是业细苦，因为他有大愿力的自在过。等了初处的不说发菩提心的，随着菩提心而产生的愿力，但是他说那微细苦可不是我们凡夫的分段生死苦啊，他是不是业细不自在的了，他非业细了，业细若你不自在了，他是大愿力自在过，因为有愿力自在。在这个报身呐，或者长住世或者短住世，它是自在的，所以它愿力。入修度罗中，会说有退堕赉取者，非其实退哦，但为初学菩萨未入正位而懈怠者，令他恐怖。不要懈怠，令彼勇猛共。经中说是大契经里面啊，大乘经没指的哪部经啊？大乘里面也有这样说初住的菩萨是不是还退堕赉取呢？这个论上说呀，不是实在退的呀，非其实退。而初学菩萨未入正位，懈怠者恐怖，给他警惕那个初学的菩萨还没有到诸位的时候，他就懈怠了，给他令他生恐怖，说你别懈怠哦，懈怠了你退堕的，令他勇猛精进。经中说初入的菩萨有退堕赉道者。举个例子吧，舍利弗要发菩提心，大菩萨就来度他的时候，来考验他的时候，就示现一个婆罗门，就来跟他要眼睛。这个故事很长了，我们大概说这么一下就是了。在这儿，舍利弗就退心了。这过去生中，为什么呢？他遇见一个贫女，他刚要发起大乘心，度一切众生行菩萨道。行菩萨道去，难舍的能舍，那就碰一个婆罗门，这个示现的考验他。大菩萨示现婆罗门女，那么就在路边哭。舍利弗问他哭什么？他说是我妈妈生病了，医生给抓的药，要找副药引子，找不到，我苦恼，说哭，要救我妈妈。
舍利弗说：“你要什么？这还不容易吗？我可以布施给你啊。”他说：“要的就是要的生人的眼睛。”舍利弗说：“哎，我刚发菩提心，刚发大心，就遇到这么个因缘，好了，就挖一个眼睛给他。”那婆罗门拿起来，哎呀，你挖错了，我要的左眼睛，你挖的右眼睛，不对啊！哎呀，舍利弗说：“你咋不早说呢？你先说要左眼吗？”想怎么办呢？反正也要救他了，反正我有天眼，好了，左眼也挖给他了。完了，他拿着一闻呢，他这胖腥臭的，还入什么药？丢到地下去了。舍利弗就退心了。啊，菩萨道难行啊，真难。那故事很长的了，一段因缘。我举这么个例子，我看这慈老法师引证一段，说舍利弗与慈眼的婆罗门退失大乘心。不是你发大愿就没有障碍，当你发大愿行大行，而现在也如是，你发大心了，现在障碍更多了，考验你，就是好多事儿都经过考验啊！你行菩萨道的时候，障碍来了，你冲得过去不？一样冲过去了，两样冲过去了，无穷无尽的障碍。大心难发呀，易退；发大心难发，而容易退。挫折很多。我们现在有个道友，他经常的放生，那他现在害了病了，到上海住院去了。先说是善性的，后来说是恶性的。他学嘛没有什么学好，那么后来呢，他有一个横门，专门的去放生，放生的嘛感了很多福德，他也做了和尚了。现在害了恶病了，在上海一开刀，先说是善性的，后来又说恶性的，现在还在上海住院，他就产生抱怨了。他跟他照顾他的人说：“他说我这么的做好事，放生放这么多生，怎么样我害这些恶病呢？”照顾他人给我告诉我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就另外的找我一个跟他同学的道友去栽培他。你那点做的什么事情啊？就想把一切灾难都免了啊？怎么可能嘛？你只花1文钱想得到100元钱的报应，能办得到吗？这个业报是无始劫来的了。佛还成了佛了，还实现8苦，还实现病苦啊？我们一个凡夫，你做了一点点的事儿，一点好事儿，就想把一切灾难都免了吗？怎么办得到吗？要会想，要会观，这想就是观，就想想诸佛的教导，为什么不想呀？你那个业像山似的，你所做的善像一个米粒似的，想拿一个米跟山来比呀？每位道友都入世，说你入了三宝了，做了比丘比丘尼了，僧宝了，是僧宝了，就想把一切七灾八难都免了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？那都成佛了，还有众生了。要发大心，要勇猛，咱们做的极少分的不够的了，不够的了。说菩萨发心之后有很多考验呢，自己的业障考验是最要紧的。有是菩萨发心后了，远离雀药，雀是不勇猛的了，药是不坚强的了。发了大菩提心，什么都不怕，不怕堕二道，堕地狱，连地狱都不怕，何况堕二乘呢？
无畏嘛。为什么才能无畏呢？无挂碍了，明心见性了，见了道了，认识自己的自性。心经不告诉我们吗？念心经不说吗？远离颠倒梦想，远离恐怖，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。为什么有恐怖啊？这个也把你挂住了，那也把你牵扯住了，你怎么不害怕呀？什么都无所畏惧。行菩萨道不是一时的，无量劫来的。说三大阿僧祇劫那是不够的了，无量一劫了。看看地藏经吧，地藏菩萨度众生做了好多的劫呀。有着发心的菩萨发了菩提心之后，一切缺药都没有了。不要怕堕二乘地，要闻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，勤苦难行，度众生，才能够得证涅槃。第一种不缺药，以别缺药，以信之一切法，从本以来自涅槃故。这些法从来没有生死的，你的自性从来没有生死的。实信满心了，要修10000劫呀，心未满了都很不容易。咱们知道咱们的信心，咱们现在就是等于修行信心，咱的心不具足，遇着这挫折，信心就退了。乃至咱还连真如不闻佛法，连真如边都不沾不到。虽然本具了，迷了，迷得很重，所以边都沾不到。所以能够相信了，相信自己跟佛无二无别，信心嘛，相信你自己的心，这样能勇猛不退的，很不容易了。乃至一直到成佛，不生退却的念。为啥呢？从本以来的一切法呀，就是不生不灭的，自己本来具足的。这叫信位的发心，信位的发心。现在发心了，你登了住了，登了住了，那的发心才成就，这才重新的发心，发菩提心，这叫真正的发菩提心。心位满心了，登了持住了，就叫解，解行发心。解是住位，行是实行位，回向是实回向位。这个解行呢，解呢，光说一个字啊，解是实住位，行啊是实信位，当知转胜是实回向位。解行发心，当知转胜就是30热相似位。因为这个解就深了，深了，不是实住位了，是解深了。胜呢，胜就是不同实行了，就实回向位了。这几个字就是30位。解行发心，当知转胜，就实回向位。回向什么呢？回向真如，把一切事都回向理。一切众生在理上说平等平等，相似认识真如法性了。到实现实回向的满回向位的时候，很快就进入地了，所以叫转胜，很快就是登地菩萨了。因为这三贤位的菩萨叫三贤，不是圣位啊，登地才算圣位。他这个从他发心升起信心以来，这个信心修行到三贤位的最后实回向位的时候，
经过一阿僧祇劫，从实性出现到十回向的第10回向，满了第一阿僧祇劫。3大阿僧祇劫，第一个阿僧祇劫就是从发心到10回向，就是说以四菩萨从正信以来，与第一阿僧祇劫将要满了。与真如法深解现前，所修离相。真如法呢，就是咱们前头就说咱们那个本觉的心成就了本觉了。这个他的明了的话呀，比前凡夫地，比实信位那明了的深入的多了，深解现前，这个意思。他所以修那个离念、离相、离言所修的6度，没有人相了，人我执没有了，法我执也没有了，离人我法相，三轮体空。到这个时候说叫深解现前，所修的离相，他所修的离开一切相了，能够相似顺真如，相似满，能够真正证得了真如，证得一分。因为他已经知道一切法的体呀、性体呀，没有见他就行修波罗蜜，体无见他，随顺体而行波罗蜜。谈波罗蜜就是不舍，法性离体没有间断。在他行布施的时候，把这布施做布施的时候，施舍的时候，跟理相应，没有妄心在里头掺杂，没有贪吝不舍的心掺杂，所以他能得到真如法体。咱们经常的通俗的说话，说舍得舍得，舍了才得，把你分别心舍的，才能得到无分别，把慳贪舍掉，才能布施圆满，才能得到波罗蜜，就成就了到彼难。咱们念心经是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波罗僧的菩提娑婆诃呀，要成佛成佛，大家都成佛；到彼难到彼难，大家都到彼难，就是得度了。这个因为什么呢？他见了法体，知道法体，他能顺真如修，顺真而修，反归于真如。顺真如而修，修即无修。我们要想达到无念，必须先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念到自己本具的佛法僧三宝，那就到无念了。说念即无念的含义就是这样的，并不是无念就不念了，无念无不念，达到无念。那成了佛了就不度众生了，成了佛了度众生度的更多更圆满。就是成佛度众生，度众生成佛，成佛度众生，众生成佛，要度一切众生。修一切法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修即无修，无修才能修一切法，无修无不修。这叫三轮体空。这个时候，他在行布施度的时候，没有个能施的我，也没有受施的人，也没有所施的法，所施的物质，这样行的布施道度的，
以自性法性无眼，离五欲过故，随顺修四波罗蜜。这是修六度万恒，这六段文就修六度万恒，也是三轮体空。法性的离体上本来就没得眼悟，众生呢都贪着五欲了，佛才自一切清戒纵戒，自戒的目的防非止恶，回归真如。自戒的目的就是这样一个目的了，免你堕地狱堕六道的沉沦之苦，这是佛的慈悲。说假设违背了律，毁犯了，毁犯也是自性，忏悔就可以了，看你悔得如何。那随顺法性忏，修行四波罗蜜，速得成就，也是三轮体空。以知法性无苦，离尘恼故，随顺修禅提波罗蜜，这引入波罗蜜。人家说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那你怎么样使你嗔心不起吧？常时对着他，常时对着他。这个贪嗔深藏我们那个内心之中，必须用惭愧之把它勾出来，惭愧就把这毒蛇勾出来，就把它消灭它。这里的含的有很多意思，咱们讲名词名相当中，在其他经论都讲了。这个大乘起因论只是这么给你启示，声音呐、无声法音呐，是吧？金刚经上讲，要是人为人轻贱了，你忍受了，不计较，那你先世罪业应即消灭，应堕得到的不堕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能引冤害引成就了，得了无生法引了，所以随顺禅提波罗蜜。以此法性无身心相，离懈怠故，随信修拢毗勒耶波罗蜜。这是精进波罗蜜，离开懈怠。法性本来也没有精进，也没有懈怠，明白了，明白性体了，他修行精进的时候啊，他再不懈怠了。迷了性体了，执着五蕴散身，他有疲劳，有懈怠。现在他明白了，他没有懈怠了。这个六度万恒，咱们各个经论讲的太多了，咱们随文呢说了一下，不详细讲它。以这法性常定，体故烂故，所以用禅波罗蜜来定，修定的。禅诺嘛，咱们叫思维修。你看，难住禅，一禅引发了一切禅。我们修那个学教修止观禅，止观就是禅定，那叫止观修真如观，叫真如三昧，引发一切三昧。或者念佛三昧，一个念佛三昧引发一切诸于三昧。以这法性体明，离无明故，随顺修行般若波罗蜜，这就是智慧观。人我空啊，法我空啊，把人我二执都把它空掉了。这时候去真理，这属于你的法空的，属于观慧。人我空就空观慧，法执的法空了就法空观慧。观一些世间法呀、出世间法呀，一切诸法皆是幻化的，三具空的观慧。这时候是正得发心了，正得发心了，就登了初地菩萨。大乘起论讲静心地，
咱一般的教理上叫人讲欢喜地，生大欢喜见了法性，乃至于从初地一直到法云地，从三会地啊一直到法云地第10地，乃至菩萨究竟地，正何境界呢？没有境界，正的就是真如，正真发心，正的就是前头所发的心，发那个心是本具的，破那个到这个时候破那个无明的妄动，理解真如而发的心，这叫正真如而发心，叫正发心，叫乘性发心。正得了，才知道以前那个转世所说的境界相啊，到时候正得了没有境界相，唯属真如智慧，唯属真如字，说真如是假名，连真如也不说了，无言说相，无名字相，无缘相，这个才叫法身。正得法身了，大事啊，在一念之间，一念情，能够到十方的无穷无尽的世界，供养诸佛，请转法轮，10大愿呢，前头所说的供养三宝，请一切诸佛转法轮，转法轮目的开导利益众生，但是这个是不遗文字，不遗语言。在这个教义上讲啊，初地能到百佛世界去度化众生，二地能到千佛世界度化众生，以下的呢，那就到三地菩萨以上的都遍至一切处了。回者的视线超地的视线啊，超地。不是那么一地一地的成，速成正觉。我们经常是给那个血药的众生，给他说，释迦牟尼佛这么说的：我为血药众生，说我是无量个生期间成佛道，成佛道。这是给懈怠众生说的，这叫能事方便，方便是不可思议的。真是实实在在讲菩萨种性的根性发心所证平等平等的，没有超过的法，没有超越三昧。一切菩萨都要经过三恶生七劫垢。说超越是方便，是善巧，是说那个确要的众生，他说的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儿吧。